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42.50，收盘价是347.68，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50，最低价是在33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13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37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平。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在继续增强，或者我们可以说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那么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可以说是大幅的跳空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既出现了回落，也就是说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附近出现了震荡的走势，那也就是说回补了由于这个跳空高开盘而产生的这个缺口。那下方呢是在337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呢接下来股价在回补这个缺口之后突然被拉升，然后上方是在350遇到了压力，那之后呢，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高位震荡，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那生成了一根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类似于锤子线的这样的一根 K 线。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量平，仍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说明当日股价在上涨的行进当中仍然有多头力量的进入，推动股价上行。但是呢，我们要关注连续2个交易日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然后呢新生成这根 K 线虽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但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平。通常出现价涨量平，那么我们要小心日后股价会有回档的走势。对，那也就是说日后只有继续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才能够维持这样的强势上涨。那一旦没有多头力量继续进入呢，那股价通常会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那如果出现回档，目前的2个支撑位，其中一个是5月13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327.5附近，还有一个支撑是5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317，也就是如果股价出现回档，这2个位置呢将会成为强支撑。强支撑我们指的不是不能被跌破，而是这2个位置是重要的标志位。一旦股价日后回档跌破了这2个位置，实际上我们也会看到，尤其是如果跌破了317呢，这2根 K 线是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的。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那么股价将会有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当然目前股价在到达这2个关键标志位之前首先会遇到5日均线值，在5月1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327，
到330。对，那我们会看到，碰巧其实5日均线值就是在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附近，所以呢，这个位置将是股价出现回档的一个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的解读。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只有在没有多头力量继续进入的情况下，股价才会出现回档。那一旦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强势上涨呢，那上方我们认为在360附近会遇到一个极强的压力。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2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367这个位置呢，稍后我们会提到，这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那么我们之前的在视频当中曾经提到过，在这个地方如果打底成功，一旦出现上涨，那么股价将会到达360附近。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目前呢是越来越接近这个位置，所以我们认为360附近是到367这个区域呢是股价将会遇到极强的压力。那一旦股价如果能够突破这个位置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很有可能会到达400关口。对，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推断呢，我们也就是说依然是成立的。所以目前股价临近到360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股价会有一个回档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的2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一个是高开高走，那么股价继续上行，收盘价会在34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24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而实际在5月14日收盘价是在347.68，股价呢出现了继续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继续上涨的，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当日股价是高开高走，并且呢上方呢是在350附近，我们预测的是最高点会到达353，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会遇到压力。对，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继续上涨，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5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还需要进行调整，因为目前的股价已经站上了我们之前设定的目标，那么有了新高的出现，所以我们要把第一个目标设定在350。好，设定在350的理由就是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从5月7日以来，那每一根 K 线都是出现了新高。那出现新高呢，其实就是要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所以说，对于目前股价的位置来说，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前高350，再次出现新高，而维持这样的一个强势上涨的走势。那么在到达350之前呢，这根 K 线的实体的上沿其实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将是压力位。那我们会看到，如果股价一旦出现低开低走低开盘，那么要想到达350，那347将是一个压力位。好，那350如果被站上，
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出现头高，那么继续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67，其中要想到达367之前，在360附近，或者说是从355到360，在这个区域，股价将会遇到强压力。好，那么这是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如果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就是420。当然，在到达它之前，还有这个缺口，在400关口附近，这也是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股价目前如果能够突破360这个关键的位置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去测试400关口。对，好，那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71。那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上方是有头高，下方有底高，所以呢，跌破271的目的就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么在到达这第一个目标之前除了2个缺口，还有各条均线值，同时还有2个关键标志位，我们刚刚也提到过，327和317这2个位置是关键标志位。当然，股价一旦回档其实我们除了关注 K 线的这2个支撑位以外呢，还要关注5日均线值。对，因为5日均线值一旦被跌破呢，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那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呢，那向下股价是要去测试20日均线值的。因为一旦出现回档呢，这个对于空头来说，它的目标就是跌破20日均线值。而在多头的趋势下，股价回档一旦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瓦解这个多头趋势。对，所以说目前股价一旦出现回档，我们要密切关注5日均线值，首先是5日均线值。好，这是我们说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呢，仍然是223。那么第3个目标是214。我们前面提到过了，目前214这个位置，对于现在的股价来说，这是底。对，好。当然，如果我们继续向下说，一旦股价在这一波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跌，如果日后跌破了这个214这个底，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将会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5月1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前一个交易日实体的上沿，就是它的收盘价是335附近。对，那么股价在5月14日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这个5月1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类似于锤子线实体的中线，也就是我们要关注345。好，我们来说一下理由。通常如果出现锤子线，并且呢抱有大的成交量，那通常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这样一来次日的开盘的走势将是非常重要的。那一旦股价出现低开盘，那如果在345，也就是这个锤子线实体的中线的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也就是说明会有多头力量继续进入，那么股价呢将会被继续推高，
而出现上涨的走势。但是如果在盘中股价一旦出现低开低走，在盘中是在345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回档，而一旦出现回档，那么这根锤子线的最低，也就是在337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位，一旦收盘价跌破这个位置呢，将会确认变盘向下的信号。对，所以说在5月15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开盘的走势和在盘中我们要关注345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关注它的理由。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30%的多头仓位，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初次建仓是在4月7日的收盘价233这个位置是5%进场，然后我们在4月9日收盘价272附近是5%加仓，然后到了4月28日，实际上是在4月25日收盘价，那么加仓我们是在4月28日盘前，这是一根突破的 K 线，是在285附近又5%加仓，然后我们在5月9日这个位置收盘价，对，也就是在5月8日盘后5月9日盘前是在285附近，对，5%加仓，然后到了5月12日收盘价是在322附近，我们是在5月12日的盘前，对，因为在5月9日收盘之后，我们是给出加仓建议，然后5月12日盘前在322附近，我们是5%加仓。那么在5月13日收盘是在334这个位置，我们又给出了加仓建议。对，那么这样一来，这10%的这个30%的多头仓位呢，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88.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好，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到了5月14日收盘价在347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不可以加仓的理由呢，是目前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价涨量平，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根类似于锤子线的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并且呢，依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呢，是在到360附近呢会遇到极强的压力，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对于现在的这个多头仓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到了5月15日，我们要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那5日均线值在5月15日是从327到331，在这个区域。好，那么这个停利的位置我们可以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327，也可以守5月13日这根 K 线最低316。对，那停利呢，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对，好，那止损呢，我们可以去守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5月15日将会到达285附近，也就是接近于我们的成本价。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
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啊，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350到360，在这个区域，当然还有上方的367。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是327和下方的这个317，这是空头的目前的目标。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讨论一下，如果目前我们持有多头的仓位，股价在目前的收盘价347.68这个位置，是继续持有还是说获利出场？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从 K 线信息来解读呢，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日后呢，其实我们说每一根 K 线，包括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操作的这个节目呢，其实每一根 K 线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都是有向上和向下的可能的。对，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目前持有这个仓位，我们的方法是，我们要计算现在的获利，例如在目前5月14日收盘之后，那么我们通过均线的计算，在5月15日5日均线值将会到达327和331之间。那因此呢，我们在技术上，我们的获利是用5日均线值乘以这个目前持有的持股的股数，那这是我们的获利。我们不会在347这个地方做计算，而是从331到327这个区域去做这样的一个获利。对，所以因此呢，我们的成本价，如果例如我们的多头仓位是在成本价是在288.5，那我们的获利空间是用327减去288.5，然后乘以股数，目前它是我们的获利的这样的一个利润。那因此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可以把它设在我们提到的停利，或者我们通常说的止盈，我们可以设定在327，也就是股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获利或者叫停利出场的。对，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准备，这个地方347乘以我们的股数，这个数字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数字是327乘以我们的这个股数。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呢，那么对于我们是否进场加仓，是否出场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真实的一个数据。对，好，那这是我们对目前股价在这个地方是否这个出场或者继续持有的一个解释。再啰嗦两句，就是说，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获利的位置定在327，而不是347呢？那因为我们把获利的位置定在327，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幅度或者这样的一个利润去博取更高的利润。对，所以347到327这个部分是我们要获得更高利润的成本。对，而一旦股价出现了继续大幅的上涨，那么5日均线值将会继续提升，那么这一块的利润我们才会得到。对，然后我们再利用这一块的利润空间呢，再博取更高的这个利润。所以在技术上呢，我们是这样去计算获利空间的。好，
那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350，第二个压力位是360到367之间，第三个压力位是380，是2月7日这根 K 线最高。然后第四个压力位是这个缺口的中线398到400关口，第五个压力位是420。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27到331之间。第二个支撑是317。第三个支撑呢是这个缺口的中线是309，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306，然后我们把它和300关口合并，这是第四个支撑。那第五个支撑呢是5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90。那么这根 K 线呢，它是这一波横盘突破的 K 线，并且呢当日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因此它的最低290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支撑。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5月15日将会到达283到285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47，下方最低会到达331，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35附近。那出现这样的回档呢，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的。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4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45，上方最高会到达358，收盘价会收在355附近。那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364，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360。那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4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好，这是我们给出的两个可能。同时呢还有第三个可能，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叫做推断，或者说是依据经验的一个感觉，就是也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出现新高，然后呢收盘价出现一个平盘的走势，也就是收盘价继续在345和347之间，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好，那一旦出现这样的走势呢，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那这样的一个走势呢，仅仅是我们依据经验的一个推断，那我们就不把这个数据写在下面了。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5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